金管局最近頻頻承接港元沽盤，喺一週入市4次，累計買入近600億港元，證明資金快速喺香港度流走。因為利差關係，資金只會持續流走，所以 HIBOR 利率低水只係一個短期效應。HIBOR 利率將會好快咁升返。由於 HIBOR 回升，公平個租呢個概念就會即時失效，令樓市買家嘅意欲欠缺，所以樓市即將好快又會跌返。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部分網民見到 HIBOR 上升就認為因為公平個租會消失，樓價趨勢就會向下。我就認為呢啲嘅意見係十分之牽強嘅，因為2025年初喺一個樓市極淡嘅情況之下，根本冇人在意個公平個租嘅問題。而我喺樓價預測嘅影片，只係見到樓價由於公平個租出現咗一個支撐點，先至喺今年叫做多人注意咗。因為老派嘅投資者會選擇公平個租嘅價格作為佢哋嘅買入價格，因為公平個租係代表業主買入之後只需要出租就可以零支出等升值，兼有人幫手還埋本金，只係一個現金流概念，而唔係用嚟衡量樓價嘅唯一方法。而概念上嘅嘢，我喺之前嘅影片都講得好清楚，我都冇辦法喺每次嘅影片都講一次。有興趣嘅觀眾可以自己睇返。如果用家一旦認為樓市跌定咗，就會走返出嚟買樓。當然利率上升的確係對我哋投資者嚟講有啲嘅信號產生，但係我哋係唔需要馬上對樓市即刻睇淡㗎，而係需要持續咁去關注。因為我見到啲留言，似乎觀眾對 HIBOR 嘅波動係十分之敏感，所以喺呢條片我會講下 HIBOR 到底要點樣應用先至啱，同時講下 HIBOR 利率回升去到一個乜嘢水平先值得我哋投資者關注。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，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，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。最後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受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，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。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。其實講利差問題，資金好快會流走，HIBOR 利率即將會勁升呢個話題，由5月初資金流入香港到而家都冇停止過。5月有1300億流入香港，但係而家先至有近600億嘅錢流出，仍然係一半都冇。我見到好多人中意講利淡因素嗰陣時，就會睇住個速度同時間就咁拉個線性關係，所以就覺得啲錢好快就會繼續流走。當然我哋投資者睇嘅只係利率，而唔係集中睇個銀行體系有幾多錢。銀行體系有幾多錢，純粹係俾我哋分析個 HIBOR 利率未來會點樣變化。咁而家有600億流走咗，一個月 HIBOR 利率截至影片喺2025年嘅7月4號都只係0.8幾厘，即係第一次流走咗100億嘅時候 HIBOR 利率升翻少少，再落到0.7厘。即使而家總共有600億流出都好，個 HIBOR 只係升多少少。我哋作為投資者，只要睇下個資金流向同埋 HIBOR 利率有冇再上升已經足夠啦。但係你要注意嘅係，5月到而家利率保持有息差咗2個月，先有不足一半嘅錢流走。咁係唔係再過多少少時間資金就會大量流走呢？我唔敢話唔會，但係個機會就會低啲，因為 HIBOR 利率繼續上升嘅時候，個息差係會繼續收窄，會令賺取利差嘅誘因不斷咁減低。咁當然我係冇水晶球，係唔會知道未來 HIBOR 嘅利率走勢會升到幾多，但係以暫時嚟講，0.8幾厘嘅利率對投資者係完全冇影響嘅。因為我哋要睇 HIBOR 影響樓價最主要嘅因素並唔係因為公平個租，而係銀行嘅取態。因為 HIBOR 利率比樓按利率仲更加高，銀行係唔會想做按揭嘅生意，就成為咗一個十分之強勁嘅利淡因素。喺年初嘅時候，業主有為自己嘅物業估價嘅話，都會發現即使個樓價冇乜點喐，銀行係會刻意去減你嘅物業估價，為嘅就係避免去做按揭生意。因為銀行當時做按揭只係一個社會責任，實際上做按揭仲要蝕埋俾個客，先至會做到呢個咁特殊嘅效果。所以嚟到依家呢個時間，我哋要考慮嘅係 HIBOR 去到邊一個位先開始要關注成為樓價嘅阻力呢？就係要睇翻銀行幾時先會開始利潤收窄。咁 H 按一般都係用 H 加1.3至1.4厘做利率，封頂利率而家仲係3.5厘。
即係用3.5減1.3或者1.4嘅時候，銀行借按揭出去嘅時候，仲係可以賺足錢。即係 HIBOR 去到2.1至2.2厘嘅時候，銀行賺到嘅息差先開始收窄，直至 HIBOR 同按揭利率睇齊，而唔係好似之前咁倒貼俾個客。但而家 HIBOR 先0.8幾厘，唔好講去到3.5厘，要去到2.1厘都仲差唔少。所以我哋投資者暫時嚟講係冇咩需要擔心㗎。我見到有唔少嘅觀眾都會將銀行嘅股價神聖化咗，覺得銀行係會按住觀眾自己認為嘅情緒性利淡因素調整，認為香港嘅物業股價要持續估低先合理。實際上銀行只不過係一個盈利機構，佢做啲有利差嘅生意就可以啦。所以銀行股價主要係睇市況、睇成交價，同埋睇銀行自己想唔想借錢去搶生意。正如啱啱我講，因為 HIBOR 利率仲高過按揭利率，銀行唔會想借按揭出去，所以股價一直都係唔尋常地低，係一個好好嘅利淡因素。5月資金湧入嘅時候，我都揚言過銀行為咗搶生意會將股價提升返，結果股價指數 CVI 即時不斷升到上星期報59.79點，已經高過50點有一段嘅距離。如果你係業主，都唔難發現你嘅單位近來股價已經有所提升。上星期嘅影片都見到嘉湖山莊同第一城已經有動靜，你亦見到今個星期嘅 CCL 繼續升0.3% 以上。其實銀行嘅按揭部會收到啲按揭申請，係比我哋投資者睇網上成交更加貼市。見到有錢賺嘅銀行都好樂意去快速上調股價，就令 CVI 繼續上升。你亦可以預期到中短期樓市都係轉好緊。嚟到而家呢個時間，股價已經明顯提升，成交價又上升，業主又會唔會願意大平賣，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啦。雖然翻影片嘅主題，只要 HIBOR 利率未去到銀行賺唔到錢嘅情況下，銀行仍然會傾向貼近市價，甚至為業主傾斜估多少少。畢竟銀行嘅任務就係賺利差。雖然而家拎錢去買美國國債係有利差，但係單純想賺息差嘅話，一般只會買3個月至1年嘅短期國債，去避免市場價格波動帶嚟嘅虧損風險。仲有好多人都忽略咗喺聯匯制度之下，港元同美元之間大概會有近 1.3% 左右嘅匯率波動。由於冇人保證到港元匯率喺未來會唔會上升返，但係而家短期美債大概都係4厘左右，扣返個匯率風險，預期 HIBOR 要上到3厘以上，令銀行刻意咁唔去做按揭業務嘅風險未算好大。同時因為按揭業務一般都可以最少賺到個客2年錢，而用債券賺息差只會賺到短期嘅錢，未能夠鎖定長期嘅利潤。同時市場預期9月會繼續減息，到時候個息差繼續收窄之下，資金流走買利差嘅誘因就會更加細，所以二手業主未必會俾到一個好大嘅議價空間買家。所以大家都冇需要見到 HIBOR 上升而過度敏感，因為銀行喺而家呢一刻仍然會幫業主多過買家，直至做按揭業務賺唔到錢為止。所以而家個重點係銀行願唔願意提高股價，而唔係公平個租。公平個租只係計買家嘅防守能力，因為之前太長時間銀行都刻意去做低估價，所以用到之前最低嘅0.53厘嘅 HIBOR 去計，第一成租金大概14,000蚊左右，但係4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同一樣嘅單位。喺呢個情況下，做9成按揭都仲公平個租，會唔會又係着數得滯呢？只係市價唔到，銀行股價都冇咁快到。不過收租客只係可以做7成按揭，所以用7成按揭計，上星期我講最誇張，比市價同股價貴成折嘅單位，即使佢供 cap rate 都係公平個租。咁呢一位收租客又何樂而不為呢？所以我哋係唔需要因為 HIBOR 上升或者資金流出就驚咗先。畢竟1300億流入，而家只有600億流走，再加上以上我講嘅因素，我相信要資金流走到令 HIBOR 上升，令銀行收水嘅機會唔高。同時上年聯儲局對減息都反口覆舌，今年9月又會唔會好似上年9月咁樣突然間大減息，之後令資金好似09年咁樣流走咗之後又快速咁流入更加多錢？呢樣嘢就交由你去思考啦。回想返去CFC 開賣嘅時候，網上講到樓市一片慘淡，嚇到有唔少嘅業主平賣。
喺當時夠膽買樓嘅人，短短3個月應該啱啱先收樓，轉手賣出已經有唔錯嘅獲利。即係呢幾個月嚟樓市市場已經轉好咗，呢位投資者亦只係了解到市場嘅唔尋常，就輕鬆得到獲利。即係網上嘅世界仲喺度詛咒緊買樓嘅人有排事嘅時候，人哋默默投資香港，錢都賺埋啦。呢啲就係投資者同一般人眼界嘅差別。畢竟一個人只能夠賺到佢認知範圍內嘅錢。如果有幸相信網上嘅人講到世界咁灰暗，平價買樓等跌嘅人付出嘅代價係遠遠高過買貴咗嘅業主。畢竟喺長期貨幣貶值之下，先係令樓價上升嘅核心因素。到而家呢一刻，各位業主係唔係仲要盲目地相信嗰啲專家嘅意見？就等市場喺未來話俾我哋投資者聽啦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全部嘅內容，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。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，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2條片。最後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，記住訂閱呢個頻道，俾多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。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。